一开始你觉得刚刚好，我们可以互补，可是慢慢的会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累，因为你一直在。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一段关系里很努力的体谅，总是为对方着想，不想让对方不开心，不敢说出自己的需要，总是习惯先退一步让一步，看起来很成熟也很贴心。但有一种体谅其实并不是天性，而是一种被忽略太久后留下的讨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娜，我是一位身心转化疗愈师。我结合多年跨国工作和身心觉察的经验，透过身体觉察，带你看见那些藏在生活和情绪里的潜意识习惯。你在感情里是最常让步的人吗？对方一句我今天太累了，然后就失约，你还说没关系，那你先休息吧。吵架的时候明明不是你的错，你却总是第一个先低头道歉。他的讯息可能也越来越冷淡敷衍，你也体谅等待，因为不想给他压力或让他觉得更烦。你开始发现自己在关系里面越来越小心翼翼，怕自己太情绪化、太自我、太难搞，甚至不敢生气、不敢哭，说服自己成熟一点，不要让对方不开心。可是心里早就已经焦虑到不行，而且可能还有身体的不舒服。大家都以为你很好相处，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那只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害怕失去了。所以当你一次又一次的退让，说没关系的时候，其实身体就知道那不是没关系。你可能胃会紧绷，胸口会闷，呼吸会变浅或是急促，那其实都不是你太敏感，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，你又在牺牲自己了。但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呢？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从爱情开始的，而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。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外显习惯模式。第一种是压抑型的小孩，比较不敢说，小时候只要一哭就会被责备。哭什么哭？我数到3，再哭我就不理你了。于是我们学会了把眼泪吞回去，有话不敢说，因为说了会被骂，可能还会说你还顶嘴。所以有想法有情绪我们都不敢说，因为怕被说你真的很麻烦呢。有时候甚至大人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一个眼神或是叹气，我们就让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说好了。所以我们变成表面很乖很懂事，但内心却超级委屈的小孩子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甚至会忘记我其实也可以生气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，我们如果生气就会被讨厌，被觉得麻烦，甚至被丢下。所以长大后，当我们想要开口表达的时候，身体会先紧绷，喉咙可能会先卡住，因为这不是我们不会说，而是身体记得这个害怕是我说了他们可能会嫌烦，会离开我，会不爱我了。所以第二种就是取悦型的小孩，这样会看脸色，先满足别人，从小就非常的敏锐，看到爸妈吵架就会赶快去缓和气氛，去帮忙，看到父母有一点点不耐烦的语气，可能就会说没事啦，我可以自己来。这样的我们其实太早的就学会察言观色，懂得让别人开心，我才会安全。于是长大后也习惯了先照顾别人，之后再照顾自己。工作接了很多的任务，人际关系里也有太多的让步，常常都不好意思拒绝，因为心中那个小孩仍然在努力的想要确保说，只要我懂事一点，贴心一点，我就不会被丢下吧。于是变成了过度讨好。这两种小孩长大后在爱里面会相遇互补，但其实内在的伤都是一样的，两个人都在用压抑自己的方式换取安全感。所以当我们在爱里面过度体谅对方的时候，那往往不是出于成熟，而是出于恐惧、害怕再次被忽略、被拒绝，甚至是被责怪。所以当你觉得天哪，怎么会一直遇到那种需要被照顾的人，你冷静，他冲动；你细心，他粗心；你体贴，他总是忘东忘西。一开始你觉得刚刚好，我们可以互补，而且他好像有点可爱。可是慢慢的会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累，因为你一直在救对方，你在救那个逃避责任的他，也在救那个从小被迫懂事的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你越照顾他越依赖，你越包容他越理所当然。两个人都掉进了旧剧本，一个人努力的去证明我有用，另一个人努力的去证明我值得被爱。
其实2个人都在努力修补自己童年的遗憾，那个想让父母满意的内在小孩，现在长大了，仍然在努力的让别人满意。其实2个人都想要重新的好好被爱一次。我们的身体一直都知道，每当我们太懂事、太压抑，肩颈就会开始觉得很紧绷，因为我们还在扛着。喉咙可能会开始痛，开始咳嗽，因为我们又把话给吞下去了。胃有可能也会胀气、胃酸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心和委屈，其实并没有说出口。还有皮肤可能会过敏啊，胸口会闷，会觉得好累哦，因为这些都是身体在说，我真的撑太久了，我让别人越界了。大家现在也可以花几秒钟的时间，摸摸你的肩膀，深呼吸，感受一下自己，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又在为了别人而忽略了自己了呢？当我们开始练习说真话，拒绝不适合的关系的时候，有些人真的会觉得，你变了，他们会不习惯，甚至会离开我们。但是不要害怕，那是频率在调整。真正能留下的是那些愿意尊重我们真实的样子的人。健康的关系不是谁让谁舒服，而是我先允许自己成为我自己。我们可以摸摸自己的肩膀、胸口，再深呼吸，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。爱不应该是压抑的结果，而是自由的延伸。我是妮娜，身心转化疗愈师，陪你从身体里看见爱与真实的自己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追踪我哦。